只有泽泽一个人啊，1对1。七七对泽泽本身就有好感。接下来是选修课小提琴基础，主讲人傅佳琪。老师要这么出场哈？一个出场自带 BGM 的男人。好酷啊！灯光都是跟着他的。像不像偶像剧里面的花泽类吗？偶像剧里面的那个课程？这个场地也是比较流星花园哈。Hello， 嗨，我是你今天的小提琴基础课的老师，我叫七七。那行，我们开始上课吧，告诉开课。1秒都没问，都不问他你为什么选择这堂课。这2个都是一样的吗？我帮你看看吧。你挑那把吧。这把。对。如果七七是真的要好好上课，坐，我就疯了。首先呢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小提琴的各个构造。小提琴我们分为2个部分，一部分是琴，然后一部分是弓。弓子上面是弓毛。一般就是用马尾来制成。哦。然后琴身呢，这边是琴的旋钮，用来调音的。哦，这个是调音的。对，然后是4根琴弦，应该都知道了。吉他是5根弦是吗？吉他是6根弦。吉他是6根弦。对。再到下面，这是叫做琴马。琴马。对，琴马是哪个马呀？砝码的马。哦，砝码的砝码，或者叫琴桥也可以。琴桥。它就是支撑作用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学点最简单的如何夹住琴。你可以先手握在这个地方，这块部分是放你的下巴的。他真的好老实啊。对。看不出来他是对这个泽泽有好感的样子了。好专业。你可以头稍微再侧过来一点点。对，头侧来一点。对。这边就不行，它要倒。没事，我只是告诉你这样一个方法，你可以的，慢慢来。你可以的，慢慢来。慢的。也不用特别的斜，我们正常的角度，对，大概是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拿上弓一写。啊，一写。先伸出你的大拇指和中指，放在黑色的一块贴的胶布的后边一点。这样是对的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再把琴夹上。对，尝试一下。再来一下。你的手肘还是走了，还是有一点走了，还是有点难的啊。好难啊，好难。他好认真的在教啊。我们是琴尽量不变，然后手去变，对，手去变。好严格。手肘往下。不太对，我们会。哦，太严肃了。不太对，我们会。不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弓呢，就是尽量拉下去，与它是平行的。哦，我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。他缺乏了鼓励，我觉得。对，是都是理论。你的手稍微再调整一下，你的右手。他好认真。对，你是。哦。你手放着，手放上来。我带着你走一下，好吗？对，你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，哎呀，手放上面就好了。我觉得他有点情绪啊，你不要用力。他说：“你手放开，你手放开，你不要用力。”他好像更爱小提琴。他好像真的想在这节课把它教会。
太认真了吧，太认真了吧。很好，很好。再尝试一下，没事儿。不想尝试了，行吗？哎，可是对我来说很加分哎，我喜欢做事情认真的人，再靠近一点点。还很绅士手。这个时候你的手腕不要出来。哦，因为小提琴本身我觉得好难。就很难学。要不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。对，是小臂往下，对。小提琴入门是很枯燥的。你的手稍微再调整一下，你的右手。好，对对。拇指不要往下来，尽量再立起来一点。再试一下，再继续，没事儿。这儿停住，好，停一下，然后动小臂。我觉得对哲哲来讲有点累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后面还是稍微注意点啊。后面到这里还稍微注意一点。好，来，请给我。我们一起学一点简单的小乐曲。就开始学曲子了。最简单的小星星行不行？就必须要学会吗？今天？不行，已经不想学了。啥？琴就这样。也没有必须要怎么样吧，因为这个还比较简单的，觉得可以学一学，因为就几个音嘛。七七好疑惑，我们不是上课吗？因为就几个音嘛。其实就几个，你先看一下，从你这个角度过来看，第一句。我们先这一句 ，OK 吗 ？OK， 试一下好吧 OK 试一下，对。先用的中指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。对，你可以拉一下，一个向下的力，它是有弹性的。哦。对，弓子可以拉长一点。对，是这个音。可以啊！下课，下课。可以，快走！有没有点感觉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。再来一遍，我们就学下一句，好吗？学下一句。可以喝口水吗？喝口水可以吗？这一句话直接浇灭所有激情。还要再往继续学吗？哦，不学了，不学了，不学了。哦，不学了，不学了，不学了。你看，这样学了。看看，哎，那我们把这个稍微练熟，还练手，好，好吗？再练一练。完事还能给他们听一下。他选这个不是他真的想要来学小提琴。我们一起来一遍。盯着死盯。好像可以耶。还是有成就感。很棒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下课了。下课啦。那我们就这样下课吧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完全没有什么，没有进一步的情感上的互动。而且七七其实一个挺爱笑的人啊，但是这堂课笑容消失术这堂课叫做，所以七七这堂课他确实是非常有他老师的一个责任在哈，非常严谨认真，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。你们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？如果他作为一个潜在的恋爱对象来说，不喜欢，可能要学，但是太严肃了。希望他从后面这样，那也倒不至来于。这样哎，在这儿。我觉得他太沉浸在自己教课的那个老师的状态里了。虽然你看，就是以他单人的角度，我觉得是很帅气的样子，但是他忽略了女生的感受，就太认真了，就一直拿着那个，哎呀，拿着那个，对，一直像老师拿着教鞭，像拿教鞭一样。七七其实是。就是还是分寸感很强的男生，就我们当时觉得，哎，他这个姿势怎么样，你去扶一下嘛，但是他就主动去避开，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专业嘛，所以他就也不能开玩笑什么。我觉得很可爱。七七是属于那种
什么范畴之内该干什么事，他就只干那一件事，他不会再有些额外的东西出来的。梦玲会觉得这样的可以吗？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体验这个东西。其实是因为他不是那种特别善于给女生制造情绪价值的男生，所以他前面用一个很夸张的仪式感来表达，然后后面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，完全是那种高冷系的男生，但是也会有女生喜欢这种。但是正相反，其实前面那个小葛的课堂就比较有情绪起伏的波动，他最开始是有点像一个小的系统脱敏，然后让你更恐怖，后面呢又做了一个有点像催眠的小的放松训练，最后又有实操，还是有一定专业程度的，情绪价值是比较高的。